有小伙伴问我说，好像看你做了这么多期都没有介绍你自己是谁，那我今天就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叫我阿咪。那我和麝香呢，我们两个都是在美的打工人。说到在美国啊，大家想到的肯定都是汉堡、可乐、薯条啦。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测评美国最著名的2家美式快餐店啊，也就是基本上他们就卖汉堡、薯条啊、可乐这些东西。那第一个呢，是在纽约人心中啊排名第1的快餐店，叫做 Shake Shack。那基本上来到纽约的所有的游客 ，Shake Shack 已经相当于成为他们必打卡的，可以算是景点之一了。那另外一个呢，也就是全世界人民都非常非常熟悉的麦当劳啦。那麦当劳作为这个美式快餐的代表和全球第1大的美式快餐的连锁店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看一下到底这2家有什么区别，不管是从他们的价格啦、出品啊，还有口味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快跟着我去瞧瞧吧。我们的餐就点完了，那在等餐的时间呢，讲一下这个 Shake Shack 的起源。不过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它其实就是最开始呢，从一家在麦迪逊广场的热狗摊开始卖，然后后来因为太好吃了，连续3年，每一年他们只要出摊就超级多人排队，大排长龙。那所以最后呢，他们决定说，那不如我们来就是摆一个稍微漂亮一点的摊，然后我们卖一些汉堡啦、热狗啦、薯条啦，就是比较偏向于美式快餐的东西。在2004年呢 ，Shake Shack 这家公司就成立了，并开了他们第1家店。虽然 Shake Shack 它比较偏向于是一个美国东岸的品牌，但是它也在全球范围内开了将近应该是多于380家的分店，那算是比较快速的扩张。那它在中国呢也拥有了25家分店，除了深受这个纽约客的欢迎以外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非常非常喜欢吃 Shake Shack。那另外一位总统，咱们的这个前川普总统呢是比较偏向于吃麦当劳Shake Shack 的菜单上呢，还有专门为狗狗提供的食物啊，然后这个东西叫做 Puccini， 你是专门可以买给狗狗吃的。那 Shake Shack 之所以好吃呢，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有他们家的这个秘制的配方，叫做 Shack Sauce 啊，放在了几乎每一个汉堡里面呢，所以他们家的汉堡品尝起来呢，风味好像是比别家要更丰富、更好吃一点。好，那我们的餐就上齐了，那我们就来吃一下第一个他们家最著名之一的 Shack Burger。看到这里面有这个生菜，然后有这个 cheese 肯定是有的啦，然后其实还夹了一片这个西红柿番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肉片。那他们家呢号称全部的牛肉都是安格斯牛肉，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非转基因的产品，所以才会这么好吃。那我们来试一口啊。烤焦了这个肉，所以超级无敌好吃。哇，太香了！太香了！他们家这个牛肉确实是好，就是因为在美国本土这边，他们的调味跟中式的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吃麦当劳，我就会吃到很重的那种肉的有一点点腥的味道，就是不算是很新鲜的。可是这个不一样，你别看它肉饼其实确实还蛮薄的，跟我的手指比，没有像图片那么的 fancy， 但是它的这个肉是多汁的，而且你能吃出来肉的品质比较好，比较新鲜，所以烤出来它一点都不老，然后还有那种焦香的味道。好吃，这个真的超级好吃。这个是他们家另一个超级受欢迎的 Shroom Burger。 那 Shroom 其实就是 mushroom 的意思，你不要以为它这个是一大块肉饼它不是它是炸蘑菇。
整个汉堡是 vegetarian 的，是素食的汉堡。但是因为这个蘑菇的香气实在是太香了，我其实以前就点过这个 shrimp burger，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素食的，因为我根本吃不出来跟肉味的区别。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口啊，看这个炸的比那个肉还要再厚很多，跟我的手指比一下就知道了。来吃一下第一口，它这个生菜已经腌掉了，正好掉出来一块蘑菇，它这个真的太酷了，它是芝士混着蘑菇，然后包在饼里面一起炸的，所以外面是酥酥香香的，然后你吃到里面非常温暖的流心的蘑菇味的，超级好吃，而且它那个蘑菇是完整，它不是给你切碎的，所以你是每一口都可以吃到蘑菇有一点弹的那个口感，非常好吃。但它其余的其实就是一样的，就是传统的汉堡加芝士加一片生菜加2片这个西红柿，但是这个的风味跟肉的风味完全不一样，可是你完全吃不出它是素的，它有肉的感觉，可能是因为炸过。接下来我们要吃一个，就是他们当年摆摊的时候卖的热狗。大家听到热狗不要以为只是那一根肠而已，他们这边说的说吃 hot dog 其实是2片面包夹1块肠，然后这个叫做 hot dog。那一般在上面会加这个 Mazda 黄芥末酱，然后还有加一些生洋葱的吃法。那这个就比较朴实无华一点，其实就是一般的热狗其实也都是长这个样子啦，在街边卖的。那我们就来试吃一下。他们这边美国这边的热狗就是普遍来说，你不要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在美国吃热狗你觉得很咸的话，这不是一个特例，他们这边所有的热狗都是偏咸的，可能是因为要夹这种偏甜的面包，然后有些人还习惯夹一些洋葱在里面，所以就是还蛮咸的，跟咸菜的那个咸度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来加一下这个比较经典的这个黄芥末酱Mazda， 然后来吃一口试试看。那吃完这个黄芥末，我们再加上美乃滋，经典吃法。然后再加点番茄酱。好，那我们现在3种酱加在一起了都，还要抹匀，哎呦，好饿哦。然后来吃一口，看一下是什么味道。其实还挺好吃的。它这个跟咱们中国人到底是要吃咸豆浆还是吃甜豆浆是一样的。他们关于说热狗里面我到底要加什么酱，美国人也是有很多讨论的。有些人认为说绝对不能加番茄酱，那有些人认为说绝对一定要加这个什么黄芥末酱之类的。所以这个口味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大问题。基本上你买到的所有的热狗肠都是超级 Q 弹的，他们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就是那个口感比所有的汉堡肉都要再更弹更好吃一点，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只要吃热狗其实就是为了吃这个口感。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他们家的芝士薯条。那这个芝士薯条也是 Shake Shack 的一大亮点，除了单纯的把薯条做的特别厚，你可以看到差不多跟我一根手指一样厚以外呢，还会专门在它们上面淋上这个芝士。然后我们今天叫的呢，这个是辣芝士，因为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辣口的东西，所以我们来试一下哦。我以前就吃过他们家的薯条，就是不蘸芝士也非常的好吃。配上这个芝士的味道，它就有一股奶的香的味道，然后又是辣的，超级无敌好吃。炸薯条也是有讲究的，首先 Shake Shack 他们家用的是100%非转基因的马铃薯来制作他们家所有的薯条。那另外呢，
跟麦当劳或者肯德基的不一样，他们家的薯条这个波浪形是为了增大它外表接触油的面积，所以你吃起来会比那个光滑平整的薯条的那个脆口度会更加增加。对，是很好吃的。除了蘸番茄酱和芝士以外呢，这边还可以蘸这个 ranch 酱，就是美式的酸奶油。你蘸上去呢，它味道会变得比较清新，然后比较酸一点，这样你就会吃不腻。我们来试一下。哦，还蛮酸的。它也是奶奶的味道，但是它是偏酸一点的奶奶的味道。接下来我们来品尝一下他们家的奶昔，他们家的这个 milkshake 也是还蛮有名的。然后现在他们在搞一些活动还是 campaign 之类的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把他们这个系列的这个奶昔都会用彩虹色的他们家的 logo 弄出来，因为现在是搞这个 Pride， 也就是 LGBTQ 之类的那个活动，就是他们支持这个少数群体的活动，还蛮不错的做的。让我们来试一下它口感如何。我是上了年纪的人，所以跟我小时候喝的高乐高的味道非常的像，超级无敌像很好喝。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喝高乐高。我几乎一模一样，这个再更甜一点。美式快餐里面基本上就会是偏咸和偏甜一点，你很难找到中间比较温和的口味。好喝就是高乐高。好，我们现在就吃完了。那另外呢，有一个小习惯的问题，就是在美国这边的快餐店，大部分你吃完呢是需要自己把盘子拿过去扔，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扔完，然后就去麦当劳。麦当劳大家知道，它以开创了这种连锁快餐以及流水线的工作方式而闻名。可是这个事情的意义其实比我们现在习惯于的这种感受要大得多。因为大家想一下，就是从古至今，所有的餐厅都是你来到了我的餐厅里面，然后服务员走到你的桌子跟前，跟你一样的点餐的。那这个麦当劳最初他们也是这一种模式，是希望所有的服务员去到这些开车的人的面前，或者去到这个来到餐馆的人的桌子面前，一样写下来他们点的东西。可是后来发现，好像这样的运营成本跟模式既浪费时间，然后又比较这个成本又比较高，那所以呢，他们后来关闭了他们的门店好几个月，细心去研究，说我到底要开创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和体系，可以让我的成本跟时间大的缩减下来。那最后呢，他们就创造了现在这个被称为 Speedy Service System 的一整套的运营模式。也就是说，我不但派服务员到你的桌子跟前去点餐了，所有的流程我希望客人来到我的柜台前跟自助的完成。那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的自己去点餐，然后自己来取餐，然后包括在美国这边，甚至你吃完了所有的东西，他给你一个餐盘，其实就是为了让你吃完以后把所有的东西放在餐盘里面，然后你再一起去丢掉。所以全套服务下来，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服务人员在服务你。所以麦当劳的成功啊，不是单纯的因为他们是连锁店的开创者而已啊，他们也是有开创了非常先进的这样一个经营的模式的。我们的麦当劳就点完了，因为刚刚已经吃了Shake Shack有点饱了，所以我们只点了一个套餐。那这一周呢，恰恰是这个麦当劳的一个卡通人物形象，叫 Grimace。有人叫他们叫奶昔大哥，也有叫做麦乐星人的这个卡通人物的生日，所以它有一个这个卡通人物的套餐。那我们这个套餐呢，就包含了一个薯条，然后一个这个巨无霸，也就是 Big Mac 大麦克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奶昔。那因为我们刚刚可能等的有一点点久了，所以那个服务员好心的帮我们把本来我们点的是中号套餐，所以应该配的是一个中薯，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大的薯条，比这个奶昔还要高，算是赚到了。
吃这个全世界闻名的巨无霸，那很多地方也叫做大麦克，也就是他们的这个 Big Mac， 就是号称是有双层，然后肉很多，然后就是很大一只，比平常的其他的汉堡来说。那我们来尝一下，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个巨无霸了。还是一样的味道，还是一样的口感。我们只是对比 Shake Shack 来说啊，很明显麦当劳的面包呢会偏硬一点，然后那个口感没有那么蓬松。那另外呢，这个肉也是，就是刚刚我们 Shake Shack 的肉是煎到有一点微微的焦掉的口感，所以很脆很好吃。那这边的这个肉片呢，我直接拿开给大家看，它不是很焦的，而且它薄薄的一片，比那个 Shake Shack 的我刚刚觉得很薄，就是这个比刚刚那个还要薄，所以它会特意的加上了酸黄瓜，让你就是感觉吃起来没有那么腻，然后味道丰富一点，这一点是值得加分的。我不确定国内现在的这个汉堡里面有没有酸黄瓜，这样还挺好吃的。我个人感觉口感上面来说非常明显的还是有差距的，然后包括这个肉的香气和这个面包的蓬松度。再接下来就是薯条和奶昔啦，那你看跟刚刚的 Shake Shack 比，它这个就细很多，你跟我手指比就知道了。其实也是好吃的，也是脆的，只不过相对于刚刚那个粗粗的然后有波浪形的样子来说啊，还是这种还是感觉比较有一点小气了的感觉。如果你要是习惯了吃那种比较粗的有波浪形，然后炸的那个口感比较丰富的话，你吃这个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意思不是很够。那最后呢，我们来尝一下它的这个奶昔。其实我没有喝过麦当劳的奶昔，特别是这个紫色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奶昔大哥的生日，所以是限定款啊。by the way， 奶昔大哥今年已经52岁，年过半百了。麦当劳倒是有在做这个环保啦，就是用这种纸质的或者是木质的，我也不太清楚的这种吸管，其他的都是塑料。我们来试一口。好甜，比我刚刚喝的那个巧克力 milkshake 还要再甜，大概那个是10分的话，这个大概有15分，这实在太甜了。就是可能小朋友会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但是这个也太甜了。奶味很足，然后有一股 berry 的味道，就是他们这边的 berry 多多少少你能喝出来一点川贝枇杷膏的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就是但凡我喝到任何东西，我能喝出来一点点那个川贝枇杷膏的意思，我就知道说这里面有放这个 berry， 就是梅子类的水果来调味，超级超级无敌甜。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的 Shake Shack 和麦当劳的大比拼。看完之后，你更喜欢哪一个呢？今天我们这个纽约最强美式快餐店 VS 全球最大美式快餐店的测评就结束了。那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心里都有一个觉得说，好像哪一边看起来比较好的感觉？那但是就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麦当劳直到今天为止它还是一直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更快的出餐速度的一家公司，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先驱。截止2019年底为止呢，在全球已经开了38000多家分店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数字。那我们身后的这家 Shake Shack 呢，截止到去年为止在全球开了380多家分店，所以是只有这个我们麦当劳的1%的这个数量但是呢，也并不妨碍 Shake Shack 是纽约人心中的第一因为确实我觉得从这个口感和味道上来说呢 ，Shake Shack 对于我本人来说是更加符合我个人的口味的。最后呢，大家其实前面也看到了，最后2家，因为我们其实点的数量不一样，在 Shake Shack 呢，我们点了2个主食、2个小吃和1杯喝的，所以最后算下来呢是32块的这个餐费加上2块钱的税费。那我们在麦当劳呢点了只点了1份的这个套餐，是 Gramus 的生日套餐。那最后
呢花的是12块多的餐费，加上不到1块钱的税费，最后总共花费呢是13块钱多一点。相对于我们以前吃的，我们也不用付小费，然后和其他的费用，所以观众朋友们觉得说今天我们吃的这2家会不会比以前更便宜、更划算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看法哦。